这是传说中已经失传了的武功，它有个奇怪的名字，叫做雕手怪招。这种武功每一代只能有一个徒弟，并且还得偷偷的进行秘密训练。练习此功需要手插在特制老泥里面，成功后双掌会比普通人硬10倍。唯一可与之抗衡的是一种腿法，它被一个非常毒辣的大盗习得。那么这二者相遇，究竟鹿死谁手呢？这个小孩叫阿龙，他在偷偷的学武，武馆师傅是螳螂拳太极螳螂高手。螳螂拳分南北2派，他们是北螳螂。阿龙因交不起学费，就只能偷学。因为学得太认真，被武馆师傅发现了。阿龙顺势跪倒在地，拜见师傅。男人却说没有钱，那就免谈了。小孩子哪有钱？阿龙只能落寞离去。有老叫花拦住去路，对方一脸坏笑，问有钱的学不起，不要钱想不想学？阿龙自然想学，可他瞧不起老叫花，摆起刚学的螳螂拳架势震慑一下，可惜摔在地上，被老叫花看了笑话。阿龙恼羞成怒，上前攻击老叫花子，结果被轻轻一推，就倒在了草地上。识物者为俊杰，阿龙直接拜见师傅。叫花嘱咐他晚上到树林里教他功夫。晚上，叫花拿出装满蛇的8宝乾坤袋，不顾阿龙害怕，直接塞阿龙衣服里。练功夫第一步就是要精气神合一，这点小伤，老叫花自然有办法医治。第二步，舍去眼睛，眼观6路，耳听8方。眼睛看到人不难，难的是锻炼听力，能够察觉到周身任何细微的危机。第3步就是练基础，扎马步，稳下盘，用鸡腿鼓励阿龙站1炷香的时间。叫花手里学武，还要谨记3条规矩：第一，不到必要时不许使出真功夫；第二，有事找他就去练功的大树林；第三，做人要随机应变，要学会机灵。眨眼10年过去，阿龙已成精壮小伙。阿龙身世凄惨，出生起从未见过父亲，全靠干爹跟干姐姐将其养大。不知为何，干爹从小就不让他习武，所以阿龙学武功都是偷偷摸摸。阿龙的工作在镇上祥记粥粉当伙计。这日店里来了3名蛮横无理的客人，要求上最贵的菜品，每样都要2份。吃饱喝足后，1分不给就要离开。有伙计上去收钱，却被暴打了一顿。阿龙一身正气，自然一冲向前。他的拳法经过10余年艰苦的磨练，早已通透至极，非一般混混可比拟。客人不是对手，被他一路穷追猛打。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逃之夭夭。而3人的靠身是镇上最大的恶霸。恶霸一听3个小弟打不过1个伙计，这简直把他第一恶霸的脸丢光了。他让小弟摸清阿龙到底属于哪派的。这一架打得阿龙身上也挂了彩，干爹勃然大怒，惩罚阿龙挑50担水。姐姐调侃问阿龙还敢不敢跟人打架，但阿龙依旧回答路见不平，还是一样。3个男人依旧在小镇上为虎作伥。阿龙看不过去，自然免不了再次出手，但是他牢记老叫花定下的规矩，不到万不得已不暴露真正的武功。即便如此，3人还是被打得落花流水。恶霸得知此事，大骂小弟们没用，决定让护法大将军石狗公出马，替自己解决掉阿龙这个绊脚石。3个小流氓不甘心，为了证明自己，他们设计好让阿龙送粥，好埋伏偷袭。这一次，阿龙为了不再让干爹生气，牢记干爹的话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此时姐姐赶到这里，3人想要调戏姐姐。阿龙正人君子，让混混冲着他一人来，可是混混作死嫌慢，给脸都不知道要。阿龙没办法，那也只能胖揍他们了。姐弟2人联手揍这几个无耻之徒，谁要他们不见好就收，还想耍流氓？阿龙没办法，只能好好的招待他们。到了晚上，阿龙又挨了老叫花的打，因为他光挨打不还手，师傅气不过。师傅教他路不平要铲，气不顺要打。另一边是干爹这次要用家法惩罚他，让阿龙将手插进满是玻璃的木桶里，拿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鲜血淋漓了。老叫花在暗处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他的特制老泥可以治疗一切外伤，只需1炷香的功夫就能让伤口痊愈，能让阿龙的手掌比以前坚硬10倍不止。石狗公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收保护费，阿龙现在也迷糊，这架到底该不该打？他只能去请示老叫花，让他拿主意。老叫花怕徒弟再受罚，于是亲自前往。这部雕手怪招上映于1973年，由成龙、袁小田、舒培培、元彪出演，是成龙贼眉鼠眼时期的作品。这部电影是成龙第一次担任主演，其艺名成龙便就来自于这部电影的角色。据了解，本片拍摄到一半的时候，导演和制片人连夜跑路了，后续补拍是用替身完成了拍摄，所以这是一部拼贴电影。好了，让我们回到电影的本身。要说这泼皮石狗公以收保护费为生，要求人家必须称他为护花大将军。石狗公因热衷麻将，就刻苦钻研，凭借天赋努力，自创出一套麻将拳法。此时阿龙和师傅老叫花到了他家里，阿龙亮出了手里的2枚铜钱。石狗公觉得收到了挑衅，当他是乞丐，接着耍了一套麻将拳法震慑他们，把老叫花给吓了一跳，再直接投降了。石狗公耍的是麻将拳第一招铁王八，老叫花怕他这个缺心眼带坏徒弟，直接就把阿龙给扔走了，然后一个大耳刮子给他收脸蛋。即便是烟杆，在石狗公里也是白搭，还得上赶着给老叫花舔脚，真香啊！
接着这小子又使出一招海底捞月，老家伙为了让他不空手送他臭气，给石狗公熏的恨不得立马飞出去，化臭气为利器，又使出了杠上开花，最后使出了最后一招黄石三妖，可惜都没用，只能钻桌底下求饶了。恶霸几人看到阿龙路过，要他过去，阿龙只是要去把剩饭拿去喂狗。就在此时，楼上传出女子的呼救声，阿龙于心不忍，可是想起干爹的规矩，正巧此时小偷出来，让阿龙快帮忙。阿龙先去解决了前面放风的2人，然后冲上楼去，让这个女子先离开。打斗之中，阿龙被人给打下了楼去。起来之后的阿龙先去把女子救下，恶霸桃木直接找上了阿龙的干爹，看样子2人还是老相识。原来早在10多年以前，阿龙的父亲跟干爹以及这个恶霸都是一个江洋大盗的小弟，曾因为父亲跟干爹保有人心，不愿意杀掉清官以及良善之辈，便跟大盗产生分歧，被大盗所不容，双方发生混战。可是这大盗武功太高，阿龙父亲便以生命拖延，让干爹离开，最终自己却惨死在大盗的脚下。干爹一直不让阿龙学习武功，就是为了断绝他报仇的念想，让他一辈子当个普通人，安度一生。干爹清楚阿龙此时已经惹上仇家，就看这问候阿龙的方式就知道了。幸亏阿龙基本功扎实，要不然不妙。干爹深知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，打算要带着闺女跟阿龙一起离开。阿龙不服，明明一身本领还要受气，干爹这边受了伤，一时半会儿好不了，搬家的事情也只能往后拖一拖了。这天，阿龙正在码头上当装运工人，恶霸的人又来到码头上找茬打人。阿龙放下狠话，让有事情就冲他来。恶霸这边倒是不担心他们会跑掉，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不择手段，趁人不备，偷偷放火烧了干爹的家。可怜熟睡中的干爹就这样离去了。这一把火也把阿龙心头怒火点燃了，他再也按捺不住，来到恶霸的码头。既然忍无可忍，那就无需再忍，把作威作福的恶霸打得屁滚尿流。就在阿龙要放下被吊下来的朋友时，恶霸的一群手下拿着棍子偷袭阿龙，真是一群危害乡邻、作恶多端的人。趁着阿龙腾不开手，就一个劲儿的偷袭。虽然朋友是个小偷，可阿龙没放弃他，一个人强撑着与这一波人斡旋。混乱之中，朋友掉下来被摔死了。阿龙发誓，所有的新仇旧怨要清算。恶霸玄机出现，他是鹰爪门的传人。这人虽然跟阿龙父亲一辈，但身手灵敏，而且这人没有什么底线，出手很辣。阿龙初出茅庐，比他少了许多经验。幸亏阿龙师傅把这基础打得牢固，对上这个恶霸才不至于输得很惨。阿龙被这个恶霸消耗的体力流失，很快就被他几记重拳给击倒在地。恶霸腾空飞腿，想要踢穿他的胸口，阿龙顺势一脚朝天，正中恶霸下体。这一招就叫做阿龙拆祠堂。恶霸是个人物，强忍疼痛继续进攻。阿龙不骄不躁，等他体力消耗，随后一记回旋踢，踢得他生机断绝。恶霸终于完成任务，落地成盒。那个江洋大盗在岸上目睹了一切，让阿龙恢复体力，2人约战快活谷。阿龙知道此人很难对付，不敢懈怠。老家伙也明白，因此抓紧训练徒弟。有句老话说：“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。”对手实在太强，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上。毕竟这仇背负了太多人命，不能躲。这边练完了棋，再让阿龙练习枪法。他的武功，阿龙已经掌握了七七八八。而决战最重要的是切忌心烦意乱，所以要求阿龙在决战时把双眼蒙住，只有看不到仇家，才不会扰乱心神。江洋大盗武功高强，非常注重腿法，他腿法刚劲有力，并且压迫感十足。江洋大盗趁夜让小弟把阿龙引来，先让小弟们上前消耗阿龙的体力。阿龙经过这2天的突击，提升了不少，一人对上2人也是丝毫不输他们的。即便是赤手空拳蒙着眼，也是一样厉害，很快就将这2个小喽啰给拿下了。接下来就是江洋大盗本人上场了。阿龙细听腿法，精准判断对方的路子。纵使江洋大盗厉害，可架不住阿龙会躲呀。江洋大盗此时心中真是颇为焦虑，自己都快打累了，可是碰不着这小子，这可真是如同一拳打在了棉花上。江洋大盗用激将法让阿龙摘下黑布，阿龙谨记师傅教诲，根本就不上当，并且一爪给抓破了江洋大盗的衣服。一看对方主用腿功，他索性不攻下盘，一直强攻上盘，逼迫大盗运转拳法。大盗虽然腿法更为厉害，可拳法也会，10几年的江湖生涯也让他十分老练。他十分急切地想把阿龙给尽快拿下。打到这里了，2人都是一身的狼狈。大盗骑到阿龙头顶，想用招兽羽天骑，奈何阿龙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阿龙边打边逃，将大盗引去了悬崖边。他抓住机会晃点大盗，故意露出破绽。大盗果然飞身一脚跌去悬崖旁边，阿龙缓缓向前，一脚踢向大盗。这部电影又名《广东小老虎》，是成龙第1部担任主演的电影。少年锄强扶弱、为父报仇的套路。后来大哥成名后，该片才又被拿出来，连补带删的剪拼出了一版刁手怪招，不仅改了人名和台词以及部分情节，还强行添加了老叫花戏份。
中期与石狗公文武斗，又水又拖，后期主线却越跳越赶，故事都没讲圆，而且剪辑的凌乱不堪，还不如原版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